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HSK 6级考前辅导系列课。在今天的课堂上，我将要和大家一起学习 HSK 6级阅读的第3部分，也就是给大家一篇文章，给你5个句子，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能够比较快的把这5个句子放在我们的文章当中，把它变成一篇完整的文章。之前的课堂上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之前在这里提到的8个技巧了。在今天课堂的一开始，先和老师一起想一想，都学了哪些技巧呢？我们来看第一个，瞻前顾后找答案，说的比较书面，用大白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你，如果你在做题的时候发现文章比较长，那先从什么地方入手呢？怎样来快速的去找它的答案呢？看一看这个空，它的前边说了什么，它的后边说了什么，这前后的内容会给大家一个提示，因为文章是有逻辑的，他说的肯定都是相同，或者如果有转折，那就是相反的东西。所以看看这个空前边和后边分别说了什么，可能会帮助大家快速的找到应该选择的那个句子。再看第2个技巧，注意转折词。为什么强调转折词呢？因为在一篇文章当中，如果你看到了但是、然而这样的词，它就是转折词，告诉你后边说的内容一定和前边说的内容是不一样的，很有可能它是相反的。所以你在做选择的时候，一定要根据前边的内容找一找和它相反或完全不一样，出现转折的这样一个句子才可以。再看第3个技巧，巧用关联词。学到6级了，大家对汉语应该是非常熟悉了。在汉语当中它有很多的关联词，简单的虽然、但是、不仅、而且等等这样的。这些关联词我们呢在之前的课堂上都和大家分别聊了聊，说了说。如果还不太清楚的话，一定要再去巩固一下。因为关联词是最简单、最快速的告诉你答案的一个方法，它们都是一起出现的。你看到了一个，你就能想起来，看到了不仅，就想后边应该有一个而且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它就可以帮助你快速的从前边找一找，可能直接就看了关联词，一看就是一组，直接就把答案找出来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第4个是各种的顺序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的首先、其次、再次最后等等，或者说时间上的顺序。如果这篇文章和时间有关，去年、今年、明年这样子的，也是一个顺序，它呢也可以给你一点提示。第5个，标点也是同样可以给大家提示的。句号提示不大，它只是告诉你这句子要说完了。比较有用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碰到了一个问号，一定要选择的是一个问句。上节课我们是不是就碰到了一个问号？那我们选择的句子最简单、最快速的是怎么找到这个答案呢？找到了为什么。为什么当然是提问了，有问号有为什么没有问题，它就是正确答案。除了问号，有时候这个逗号也可以给大家提示。比如给你一个句子，我们的第一个猎物就在前面，第71空，终于一只狼扑向猎物。这个句子用的都是逗号，71前边是逗号，后边也是逗号，证明它的句子没有说完，所以意思
一定和它前后的内容是一致的、连贯的，是相关的，所以标点可以给大家一点提示。第6个呢是留空的位置有学问，这个方法经常呢会用到一篇哲理或者说故事类的文章结尾的部分。看到了结尾的部分，又是想要告诉你一个道理的时候，往往需要选择的句子就是一看就是一个道理类的句子，总结性比较强的句子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位置这样一个提示。第7个呢是一个小技巧，如果大家在做题目的时候发现有一道题比较难，想不出来哪一个句子比较合适，那请大家先放弃掉它，通过排除法完成其他的4个空，自然你就知道这道比较难的题目它的答案是什么了。第8个，阅读的速度和方法，这个呢放在这里其实是需要大家在平时多加用功和练习的。阅读的速度，读得多了，认识的汉字多了，知道的词汇多了，速度自然就提高了。而之前说到的这些方法，如果大家课后经常去练习的话，那这些方法熟能生巧，做得多了，用得多了，你也就更熟悉了，对不对？那下次你在碰到题目的时候，是不是做题的速度也就提高了呢？好，回顾完我们这8条，今天呀，直接走到我们的重点内容当中去，来看一看，在今天的练习当中，又会用到哪些方法，又会通过怎样的提示来帮助大家选择出正确答案呢？做题目第1步是什么？考考你们。第1步应该是先浏览一下，判断一下我们的文章是什么样子的，是比较难的，比较简单的，是故事还是说明文？如果是说明文，可能会有一些词不认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不要着急，因为呀，它不会影响你做题的。那我们就先来浏览一下。狼群在荒凉的雪地上奔跑，好像呢是在说它发生了什么呢？好几天没有吃到食物了，然后扑向猎物，后边的狼也赶到等等，是关于狼的一篇文章。是告诉你一个故事吗？是在讲一个小故事，还是说告诉你狼的一些特点呢？这个再往下看，分享猎物的行动开始了，首先怎么样，然后怎么样？如果食物不够吃，体弱的狼就吃不上食物，等等，都是在跟你说明一件事情，说明我们的狼群有什么样的特点。所以这篇文章是关于狼群的一篇文章，它不是一个故事，是一个说明文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大概知道它要说什么了。再来看一看给了你哪些句子。 A. 狼群的目标始终是前方的猎物。说到狼群，说到它的目标是什么？ B. 向下一个猎物追去，是一个动作，发生了什么情况下它会做这件事情呢？狼群向下一个猎物追去。 C. 跑在最前面的狼必须保持一定的体力。讨论的主题，topic 话题是谁？是跑在最前边的狼。 D. 狼群拼命的追赶。最后一个，最后才是身体瘦弱的狼。用最后开头要注意一下，很有可能和顺序有关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仔细的看一看每一个空它的前边后边有没有给大家一些提示。看我们的第1空，
从头老师一边读，你一边想一想，看一看你会通过什么样的信息、什么样的内容来去选择答案呢？狼群在荒凉的雪地上奔跑，它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食物了，猎物就在前面。终于，一只狼扑向猎物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后面的狼也赶到，猎物被咬死在地。我们的71空刚刚也说了，前边是逗号，后边是逗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它的前边和后边分别说了什么呢？猎物在前边，狼在跑，猎物在前边，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，狼群在追着猎物。终于，一只狼扑向猎物。主题呢，说的就是狼在追猎物。句子呀，没有说完整。你需要找的这个句子，是不是应该和这句话说的这个意思一致呢？因为前后都是逗号，它们是一个句子，没有发生任何的转折。我们看，那猎物在前边，最后呢，它扑向了猎物，中间会发生什么？看一看我们的句子，哪一个比较适合放在第71空？说的就是狼在追猎物。首先呢，是看到猎物在前边，它怎样之后就扑向了猎物呢？一定要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看一看哪一个句子比较适合呢？你看到猎物好几天都没有吃食物了，非常饿，一直在怎样要追着它，一定要把它抓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D， 狼群拼命的追赶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一群饿狼非常饥饿，看到了猎物，下一个动作是不是赶紧去追？只有追到了这个猎物，你才可以一下子把它扑倒在地，摁住它，让它变成你的食物呢？这是一个逻辑上的关系。我们的答案呢，选择的是 D 选项。提示就是整个语境，文章前边说的就是猎物在前边，后边呢又说扑向猎物，说的就是狼在追赶猎物这样一件事情，前后又都是逗号，所以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些提示找到我们的正确答案。再来看今天的第2个题目。这时，分享猎物的行动开始了。怎么分享呢？首先是最强壮的狼，即咬死猎物的狼先吃，然后是强壮的狼吃，逗号72空句号。刚刚提醒过大家一些顺序类的词，你要注意，在这里有了首先，有了然后，再后来呢，说了一个小句子，直接用了句号，是不是它是最后说的了？最后发生了什么，就把这个分享猎物的行动结束了呢？找一找哪里有我们的顺序类的词呢？ A B C D E 哪一句应该放在72空呢？我们应该找的是，我们最后找到的应该是 E 选项。怎样去分享这个猎物？怎样去分享这个食物呢？最强壮的狼先吃，首先，然后是强壮的，最后才轮到谁了？最后才是身体瘦弱的狼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如果食物不够吃，
体弱的狼就吃不上食物，猎物一吃完，狼群又开始奔跑起来。然后呢，是我们的第73空。在第73空呀，我们看看前边他说了什么，因为后边句号了，这一段就完了。看看前边说了什么，说猎物一吃完呢，狼群又开始奔跑起来了。又就是这个动作呢，又再一次发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之前呢说的是狼，之前发生的动作是什么？狼在追赶猎物，那又开始奔跑起来，所以它又在做什么？选择我们的 B 选项，向下一个猎物追去。大家想一想，一开始上一部分说的就是饥饿的狼在追赶一个猎物，追到之后他们就分享猎物，分享完呢又奔跑起来，所以又做的事情是什么？继续去追赶下一个猎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这里选择 B 选项，向下一个猎物追去。好，再来看下面的2道题目。第74是一个用我们的方法，老师说了，看看前边看看后边有没有提示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句子，前边是句号，后边也是句号。我们看看前边说了什么，说吃饱了也总是把尾巴夹得紧紧的，很少互相争斗，即使争斗，弱者也很快服输，夹着尾巴到另一边去了。就说的一个意思，狼群比较团结，很少争斗。那它后边说了什么呢？一群狼就这样奔跑着，虽然队伍中不时有狼倒下，但狼群依然奔跑着，始终充满了活力。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个空，前边说不争斗，后边说一直奔跑，中间应该说点什么把它们2个连起来呢？在这里，如果大家觉得74比较难，请一定记住我们的第7个方法，学会取舍，放弃它，最后用排除法来完成。但在这里其实呢，它是有提示的。首先你应该找的是一个完整的句子，其次看前边说不争斗，后边说一直奔跑。那我们看一看还剩几个句子？还剩2个句子，对不对？ B 已经用完了， D 也用完了， E 也用完了，剩 A 和 C。 我们来看看这2个句子。狼群的目标始终是前方的猎物。 C 跑在最前面的狼必须保持一定的体力。一个说的是它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前方的猎物，就是要一直奔跑去追赶。而 C 说的主题是什么？说的是跑在前边的狼一定是什么样的一种狼？哪一句更和我们这样一个语境前后文说的内容相关呢？在这里主要是想告诉你，狼团结，它不争斗，只会这样奔跑。奔跑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追赶猎物，对不对？那分析到这里，请你告诉老师，第74的答案应该选择哪一个呢？我们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， 狼群的目标始终是前方的猎物，始终是要奔跑着去追赶猎物，而不是搞一些内部的争斗。好，完成了第74，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段落第一篇文章的最后一个问题。我们直接呢，先来看一看用老师的方法怎么做。75句子的开头逗号，后边说的是
如果这一部分狼跑不动了，也不会有食物。那这一部分狼说的是什么样的狼呢？往前看一看。因为猎物是总是跑在最前面的狼捕获的，说的是谁？说的是跑在最前面的狼，没有它们就没有食物。所以这一些内容，这一部分狼说的是哪一部分呢？说的其实就是跑在最前面的狼。其实这道题用排除法可以做，如果你前边4个空都出来答案的话。如果不用排除法呢，这个就是最大的提示。哪一句话说的是关于跑在最前面的狼它们呢？应该选择的是，我们看一看，强调的是最前边的狼，所以应该选择的是 C 选项。跑在最前面的狼必须保持一定的体力，如果跑不动了就没有食物了。所以我们的逻辑关系上前后文都给了大家提示，应该选择 C 选项。这篇文章到这里我们就都分析完了，看一看用到了哪些方法，一起再来回顾一下，想一想。首先呢，说猎物在前边，终于扑向猎物了，这是一个动作。看到猎物，下一步做了什么才能扑向猎物呢？应该是去追赶，我们选择 D 选项。再看第72题，它前面说的是首先是最强壮的狼，然后是强壮的狼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顺序类的题目。哪一个句子提到了顺序？对，应该是我们的 E 选项，最后，首先，然后，最后，逻辑关系、顺序关系都没有问题。看73，如果食物不够吃，体弱的狼就吃不上食物。猎物一吃完，狼群又开始奔跑起来。想一想，他们为什么奔跑？因为是要去捕获这样的猎物，所以他们又再一次奔跑起来，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选择 B 选项，是为了向下一个猎物追去，有了猎物才有吃的呀。再看第74题，74有一点难度，可以，如果你考试的时候碰到这种题目，可以先放一放。那我们怎么去分析它呢？前边说狼群很少争斗，后边说他们就这样一直奔跑着。那他为什么奔跑？为什么不争斗？我们还剩2个句子。A 说的是狼群的目标是前方的猎物，然后 C 说的是跑在前边的狼应该是什么样的狼。结合我们前边和后边说的，应该选择的是 A 选项。正因为它的目标始终是前边的猎物，所以呢，它既不争斗所以它不争斗，而且一直向前奔跑着。再看最后一空，75，前边说猎物总是跑在最前面的狼捕获的，没有最前边的狼就没有食物。后边说，如果这一部分狼跑不动了，这一部分狼是谁呢？是什么样的狼呢？应该选择的是 C， 跑在最前面的狼。同样和前边说的这句话意思是相联系起来的。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1篇的阅读，用到了我们几个小技巧。赶紧呢，做完第1篇，再来做一做第2篇，把这些方法再用一用，再熟练熟练。我们看第2篇阅读，就2个段落，但是每个段落比较长，来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文章，预测一下。
所谓情绪周期，一看到这个就知道是要给你介绍这个情绪周期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一篇说明文。所以如果你在读说明文的时候，可能遇到一些不认识的词，不要慌，只要你把它的意思，前后文的意思大概知道，逻辑顺序了解清楚就可以了。不认识的这个词不会影响大家做题的。指什么什么，亦称情绪生物节律。所以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就是和情绪有关，和情绪周期和它的这个规律有关的一篇说明文。给了你5个句子，我们看一看这5个句子说了什么呢？ A. 容易接受别人的规劝。 B. 若处于情绪周期的低潮，这里是说如果处在低潮，给你设定了一个情景是低潮的时候。 C. 它反映出人体内部的周期性张弛规律。这个句子，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，一看就是总结性的、阐述性的，告诉你这什么是情绪周期呀？它反映的是人体内部周期性张弛规律，是一个解释性的话语。什么时候会用到呢？请大家想一想。 D. 因为人在良好的情绪状态下迎接挑战。没有说完的一个句子，所以可能标点会给大家提示。 E. 安全地度过情绪危险期，也是没有说完，所以那和安全度过危险期有关的段落又是哪一部分呢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我们把它放到文章当中去对应的找答案。所谓情绪周期，是指一个人的情绪高潮和低潮的交替过程所经历的时间，就是说情绪好到情绪不好这样一个周期，你所经历的时间，亦称情绪生物节律。不懂这个引号里边的词根本没有关系，管它叫什么，你只要知道说的就是情绪周期，它又叫这一个名称就可以了。那在这里你应该找的答案是和什么有关的呢？前边是说情绪周期指的是什么，后边又说它又称为这个情绪生物节律。为什么叫情绪生物节律？是不是得解释一下？所以我们的答案就要找和情绪生物节律这个有关的内容。5个句子，哪一个有关呢？大家找到哪一个句子了？刚刚是不是看到一句解释性的话了？应该就是 C 选项。它反映出这个内部周期的周期性张弛的规律，就是你是有周期的，有时候呢是好的好的情绪，有时候是不好的这种情绪，所以这个规律呢又称为情绪生物节律。再看下边说了什么，77逗号逗号是一个小句子，和前边后边的内容都有关。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它的前边和后边都说了什么。人如果处于情绪周期的高潮，说明你的情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？高潮部分是好的情绪，那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，对人和蔼可亲，感情丰富，做事认真，一个空，具有心旷神怡之感。后边是分号，可以知道他前边说的都是当你情绪好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表现，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？应该是积极的。
情绪好嘛，这心情好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心情好的时候，肯定各方面都觉得比较顺畅，比较舒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找的是好情绪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，是积极的句子。你们找到了哪一句？除了 C， 容易接受规劝，若处于低潮，因为在好情绪下迎接挑战，所以怎么样呢？然后 E， 安全的度过情绪危险期。B 和 E 都提到了不好的低潮或者危险期。那D 呢是说因为什么什么样，是引出一个原因。而我们的 A 容易接受别人的规劝，是不是就是说你在心情好的时候，别人说劝你的话，可能也比较容易听得进去，你比较容易接受别人的这种意见或者建议。所以其实在这里应该选的是 A 选项，最为相关。我们接着看下一道题目。78是分号之后的第一个句子。分号之前刚刚说了，如果处于情绪周期的高潮，说的是好的。那前边也告诉了你，情绪有高潮就有低潮。分号说完了高潮，接下来应该聊一聊什么呢？第73其实就应该再看看后边说，急躁发脾气，产生反抗情绪，喜怒无常，常感到孤独与寂寞。和刚刚比起来和蔼可亲，情感丰富，做事认真，这么一比较，是不是说的都是不好的消极的一些情绪之后会出现的表现？那我们78题其实非常简单。分号之前说高潮，前边告诉你有高潮有低潮，那分号之后是不是应该去找高潮的反面，也就是低潮部分了？告诉我哪一个句子说到了低潮部分？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， 若处于情绪周期的低潮。这个句子和一开始人如果处于情绪周期的高潮是相对应的。如果它更书面的说法也可以用若，若其实就是如果的意思。我们已经完成了3道题目，用掉了 C、A 还有 B， 也就是前3个都用掉了，还剩2个。下边的这个长段落，你只需要把其中的一空完成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一看第79，同样前边是逗号，后边是逗号，要考虑的就是什么？语义的连贯性，说的内容是一致的相同的。我们看一看说了什么。情绪高涨的时候，安排一些难度大、繁琐、棘手的任务，然后怎么样？可以淡化畏难情绪。看到好像有一点连接不起来，说的是情绪好的时候应该给你安排这些任务，可以淡化畏难情绪。怎么把它连起来呢？你来想一想。如果比较难，还是放弃掉它，用排除法。但在这里老师帮大家捋一捋。首先呢，说的是难度大、繁琐、棘手的任务，这些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比较难，需要去挑战一下？然后呢，又说可以淡化畏难情绪。你心情好的时候，想一想，大家在心情好的时候做一些比较难的事情，是不是更容易去解决呢？因为人在良好的情绪状态下迎接挑战，挑战就是前边说的难度大、繁琐、棘手的任务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是可以淡化畏难情绪的。
当你碰到这种难度大的任务的时候，是有畏难情绪的。你会害怕它比较难，我完不成怎么办？我做不好怎么办？我不会做怎么办？但是如果你是在情绪高潮期，也就是心情好的时候遇到这些困难，你在良好的情绪下去迎接它呢，是可以淡化畏难的情绪的，就觉得没有那么难了，我可以试一试，我是用积极的态度来完成这件事情。这是第79题。我们再来看第80题，直接找答案。前边是逗号，后边是句号，找的呢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句子。那这个句子说了什么？有了烦恼的事情，多向信任的亲人和朋友倾诉，学会化解不良情绪，寻求心理上的支持。然后呢，就到80题了。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是，和负面情绪有关。因为说到了烦恼的事情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学会呢去化解这些不好的情绪，这些负面的情绪，这些低潮时期。所以你要找的那个句子，刚刚说 A、B、C 都用完了，因为在好的情绪下怎么样？还有 D， 安全的度过情绪危险期。这两个句子2选1，哪一个和这个负面情绪有关，不良情绪有关呢？应该选择的就是我们的 E 选项，只有 E 放在这里是相关的。D 它说的是好的情绪，但人家这个句子说的是不好的消极的情绪，肯定不能选。所以如果你觉得79难，做完第80题，79的答案也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整篇文章呢又做完了，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用了什么方法，用了什么线索找到的答案呢？76，什么亦称情绪生物节律。这篇文章一开始通过浏览，我们知道是和情绪周期有关的。前边给了一个解释，说它为什么叫情绪周期，指的是什么。后边呢又说它还可以叫这个名字，那为什么呢？说明一下，我们找到的是 C， 它反映出人体内部的周期性张弛规律和规律有关，所以又叫节律，都是提示。再看77，处于情绪周期的高潮，给你说了很多的好的表现，所以第77题也应该选择和积极情绪、积极表现有关的内容。我们找到的答案是 A， 情绪好的时候，心情不错的时候，别人说的话比较容易听得进去，所以容易接受别人的规劝。然后呢，来了一个分号，之前告诉你有高潮有低潮，分号前边说高潮，分号后边应该说什么呢？应该说的就是低潮的内容，我们选择 B， 若处于情绪周期的低潮。同样和如果处于情绪周期的高潮这样的表达可以对应起来。完成了第一段，剩下2个空 C、D 2选1。如果遇到难的题，跳过去做下一道题目。我们看第79，情绪高涨的时候，安排一些难度大、繁琐棘手的任务，怎么样可以淡化畏难情绪？说的是好情绪时候的事情。表现呢，就是你做一些难的事情呢，好像也觉得不会那么难，所以是和积极情绪还有排除畏难情绪有关的表述。我们应该选的是 D， 因为在良好的情绪状态下迎接挑战，可以淡化畏难情绪。最后剩最后一空了，80空。前边说的是有了烦恼的事情，多向信任的亲人和朋友倾诉，
学会化解不良情绪。讨论的是烦恼的事情和不良情绪，是消极情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选择E，安全地度过情绪危险期。你做这些就是为了安全地度过这个情绪的危险期。所以整篇文章其实，如果你觉着文章的内容比较难，不太容易理解，但你做完题目是不是发现，只要你逻辑上的关系搞清楚了，知道说的是高潮和低潮，一部分说好的，一部分说不好的情绪，只要找出对应的那些句子就可以了。所以当大家在考试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题目，千万不要着急，不要慌，因为答案其实不难，难度不低，难度不高，但是你不要自己先产生畏难情绪，按照老师教大家的方法，慢慢的去做题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最后祝大家考试顺利，我们下节课将要和大家一起学习阅读的最后一个部分了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